在二战时期，有一艘自带诅咒光环、专业坑队友、给谁护航谁就沉的军舰，就连航母也难逃魔爪。它被称之为祥瑞战舰之首。各位小伙伴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怀疑对象了呢？没错，就是日本被称为祥瑞不死鸟的雪峰号驱逐舰。听到这么文艺的名字，是否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根据就日本海军的舰船命名惯例，驱逐舰的命名一般采用自然气象的名字作为船舰名称。雪峰的意思为混杂雪花的强风，乍一听觉得应该是比较勇猛的船舰才对，那怎么就变成专业坑队友的呢？1940年1月20日，日本海军扬言级甲型驱逐舰8号竣工。1941年3月，这艘舰艇下水，并被命名为雪峰号。他们肯定也没有意识到，这艘拥有神秘诅咒，能够把周边友军的气运通通吸走的超级扫把星战舰，开始悄悄地改变他们的命运了。也是这一天起，被不断吸走国运，开始逐渐走向必败的命运。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雪峰号驱逐舰的祥瑞之旅吧。雪峰号标准排水量2000吨，满载排水量2400吨，全长118.5米。相对日本的大和武藏号比起来，那妥妥的是一艘小船。吃水3.76米，动力方面采用2台蒸汽轮机、3座建燃油锅炉，功率52万马力，双轴推进，动力速度在当时绝对够猛，最大航速可达18节，最大航程6000海里左右。装配有3座127毫米主炮，单管25毫米高射炮2座，924连装610毫米鱼雷发射管，并带有布雷与扫雷具。船员编制228人，根本不算大船。小船有小船的特点，速度快灵活。雪峰号一踩油门，联合舰队没有几艘船能追上它。一切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日本这一举动再次印证了一句话：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随即，雪峰号驱逐舰被编入第3舰队第4突击部队。1941年首次参战，在参与拉莫湾的登陆支援作战中，其油缸受损，并于棉兰老岛的达沃接受工作舰明石的维修。在工程进行期间，重巡洋舰妙高因轰炸机空袭受损，但雪峰号在飞田舰长的指挥下成功躲避这次轰炸，幸运儿的幸运之路就此开始。1942年参与中途岛海战中，原本雪峰号只作为运输舰队的护卫舰，预备从事防空作战。结果作为主力的南云机动部队在海战中损失了4艘主力母舰而被逼退。这时候的雪峰号可谓是中规中矩。同年参与南太平洋海战，起初是作为祥鹤的直属护卫，结果祥鹤中弹，随后改为航空母舰瑞鹤的护卫舰与美军交战，联合舰队失去148名飞行员，海军航空兵的损失比中途岛战役都要大。雪峰号作为护卫舰，毫发无损地返回日本。此后，雪峰号开始正式被上天眷顾，护卫比瑞号战列舰，比瑞号重伤自沉，雪峰号毫发无伤。类似的事件越来越多。1943年2场战役，护航运输陆军船队和科隆班加拉岛夜战依旧毫发无损，共计4艘驱逐舰、7艘运输舰、1艘巡洋舰全部被击沉。1944年参与4场战役，共计4艘航母，祥鹤、大凤、飞鹰等3艘航母，2艘邮轮以及600余架飞机，5艘巡洋舰，其中包括1艘超级航母信浓号。信浓号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雪峰号为其进行守航护卫任务，没想到碰到美国潜艇鹦鹉螺号，在航行17个小时后便被美军发射鱼雷击沉，创造了世界船舰史书中最短命的航空母舰记录。一艘人类历史上最大战列舰之一的武藏号也在雪峰号的陪伴下沉眠海底，雪峰号依旧安然无恙。看得出来，日本也是当时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其他同级别驱逐舰说都说不完，实在太多了。每一次战役都可以换掉几艘船舰，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就是这样诠释的。最终，在1945年，日本海军集结残存力量，雪峰号也被编入舰队，为舰队的旗舰大和号战列舰护航，发动孤注一掷的自杀式攻击，举水作战。后面的事大家应该也清楚了，大和号想不沉都没有天理了。此役之后，联合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剩余的几艘战舰躲在各处军港中苟延残喘，日本海军基本已名存实亡。而在一次空袭中，雪峰号为了躲避炸弹，不慎撞上自家铺设的水雷，结果水雷引信失灵了，你敢信吗？这绝对是导演组的安排。就这样，雪峰号几乎参与了战斗中全部战斗，
胜利战斗好打，失败咱都难混。而雪峰号参加过所有的中大型战斗失败，依然全身而退，这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经历过枪林弹雨的雪峰号，唯一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在菊水战役后，在其粮仓中发现一枚未爆炸的美军炸弹。要不说他是幸运儿呢，挨了一弹，还是一颗哑弹。雪峰号的运气好，那都是别人看着都有气的。但战斗仅仅只是靠运气吗？还记得企业号航母吗？它是美国历史上第6艘航母，是一艘非常特殊的功勋舰，斩获过20颗战斗之星奖章，并且是美国历史上第1艘获得过总统嘉奖的航母。服役近10年，击沉击伤敌舰300多艘，击落敌机1000余架，战绩也是相当耀眼了。它代表了美军的战斗精神，更是幸运的标志。企业号航母和雪峰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过硬的实力和极具经验的船员。运气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靠很多努力。雪峰的名气不是在开战以后才出来的，雪峰的各项技能水平在联合舰队里那也是数1数2的，船长和船员也都是技术能手，凭着丰富的操作经验才躲过一次又一次的致命伤。经验的重要性是多么的重要。2战结束后，雪峰号作为赔偿给了美国，但美国以没有时间处置为由，转送给了中国国民政府，并改名为丹阳号。可是此舰的祥瑞已经经过了实战检验，大大小小战役中遭到了无数次打击。在1964年参与最后一次祥瑞之旅后，于2年后被停留在海军官校码头作为练习舰使用，最终于1971年被解体。雪峰号现仅存车叶2只，舰中1座，以及船锚和船轮存放在海军院校和纪念馆中。雪峰号经历海战空袭不计其数，雪峰号航程20万公里，总计伤亡者不到26人，仅战亡10人，5任舰长善终，舰体也只受过轻伤。由此可见，他也无愧于祥瑞的称呼了。自开战以来，雪峰号干的最多的事情不是对敌作战，而是捞自己人。此时的你是不是在哈哈大笑？其实祥瑞也好，载星也罢，雪峰号作为永不沉没的战舰，首先是因为它本身的性能就已经是当时日本最优秀的了。同时，雪峰号的历任舰长也都是日本海军学校的高材生，他们操作军舰自然比常人更加优秀，而多次死里逃生也让雪峰号成为海军先进科技的实验对象。想要运气好，实力是基础呀。雪峰号先后装备了雷达、声呐等高科技产品，才为它的百战不死打下坚实的基础。一般大家都认为对雪峰号贡献最大的是1941年到1942年间任职的第3任舰长和第4任舰长，这2位舰长立下了雪峰的根本，要在技术上冒尖。所以说，幸运往往只会降临在有准备的人身上，这才是雪峰号真正的不死之谜。各位小伙伴，雪峰号和你们想象中的一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呀！下期更精彩，我们不见不散。